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23号星期二，这两天都出来的比较早，因为太热了。今天第2个训练日，明天是合练的日子。还有小伙伴说明天要来偶遇。合练的时候肯定跟跑团的小伙伴们一起跑，练完以后可以一起聊一聊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今天大阪马拉松就要开始对所有人开始开放报名了，挺棒的一场比赛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吧，好吗？聊这之前说说这个相机。经过我不懈的反馈，Insta360的小伙伴们说，好像确实您手握的时候会有一个风道。如果你看现在摄像头是在朝这边横着，这是3S。如果这只手这么拿相机，摄像头冲着我的话，风噪是会比我现在这样拿要多一些。但是呢，又不是100%会触发这个问题，几率比较小。说到这儿呢，前天这个黑色的这台机器收到了一个系统更新、部件更新，我就更了。但是我单买那个白色的那个摄像头呢，一直收不到更新，又是联系了1天多。当然他们回复也特别快，周末的晚上还跟我回复。昨天晚上终于确认了，说是这次先是灰度发布了一部分，还要等几天。不过我的小建议是，既然现在有这种通用电池仓的办法，那么那灰度的时候应该考虑电池仓的情况，可能会更好。当然我这种配搭是比较的不常见的。行，一会儿咱们再聊啊。今天说说大阪马拉松，所以就又来到了大阪马拉松结尾冲刺的地方。到时候跑的时候在右手的机动车道上，这是左手这个大楼里边有麦当劳、有咖啡厅、有餐厅，还有地铁站，所以这儿可能是适合亲朋好友最后给您加油的地儿。今年家属就在这儿，这儿差不多是41.8公里。然后我从那儿经过它到前面这儿开机开始给大家拍的视频。咱们就沿着大阪马拉松冲刺的路线，早晨正好没有车，就这条路。当时跑到这儿的时候玩命在算切线，现在向着路的右前方那个角落跑。哎，这好像就在昨天呀。然后到这儿又开始算切线，而且在这儿你们看天气好，可以看到特别好看的大阪城，看到吗？像以前他们这儿修这些进城的路和桥的时候也是这样考虑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的起伏，但是起伏不大，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大阪城。而且那时候是冬天，树没有这么茂密。到时候前面这一排拦车的这些栏杆就都会撤掉。这些都会撤掉，然后进了大阪城一左拐，我当时其实都懵了。后来看视频的时候，我才说，我说哎呀，每天在这条路上跑。本田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大概在这儿右前方就有观众跟我说，会长达标了奥运会。
然后在这儿又有观众喊加油。那位观众后来在菜市场还碰见过一次，是在这边生活的，但是那时候没太仔细看，因为我差几秒钟可以跑进242，我就使劲冲刺，差不多就到这儿，终点可能拱门差不多就是在这儿，就到终点了。然后往前就是疏散奖牌、吃的、喝的、毛巾，还有英文印错了的指示牌。大阪城承载了大阪好多的体育运动。大阪的全马在大阪城的西侧出发，半马在东侧出发。大阪城还有一个铁人三项，就在我右手这个河里游泳。今年的比赛是今天上午10点，日本时间，就是东九时区10点。北京的话是9点开始报名，没有任何的窍门和消息，你就去它的官网，有英文版的网站。进了官网右上角选语言，不是先到先得，都是要抽签儿，也有慈善名额，但我没看具体的细节。你看这片野球场，去年是在这儿囤包和取包，还有更衣帐篷。但是今年变了，今年我看他那个赛事介绍，第一条好像就说的是，因为去年的雨，决定修改这个逻辑，改到了室内。那我猜就是那边那个剧院。把更衣室也放在了室内。去年那个雨，大家看我的大阪马拉松啊，老说去年，其实就是今年初，抱歉啊，能看到，因为都是土地，存取包不好。然后赛道的路线没有变，它去年是调整过的，去年跟前年不一样。我就说去年了啊，或者咱们改说上一届，就上一届和上上届不一样。大阪马拉松只办了10多届，到现在为止，所以之前一直还在调整中。因为大家可能也老听我说，这城市坡特多，然后路不宽，就造成得慢慢摸索路线，还有考虑封路的成本、影响大小什么的。今年没变，今年的比赛时间有些特殊，今年是这一届的比赛时间是2025年2月25号，是周一，因为周一正好他们是休息日，是个节日。所以您要是打算请假来跑，考虑这件事情。还有就是周一的比赛跟周日比赛节奏不一样。我在波士顿的时候，就是波士顿每次都是周一，就觉得怎么还有一天呀，时间好长啊。这比赛值不值得跑呢？我觉得，如果您不是为了一定是大满贯赛事，想体验一次国外的比赛，如果是在中国生活的小伙伴，或者亚洲区域生活的小伙伴啊，日本是挺合适的。那日本的比赛呢，其实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、京都这些有名的也就差不多了。你看大阪是全日本第3大城市，但是从文化上来说，应该是，其实你想到东京就想到大阪，但是大阪马拉松比东京马拉松的规模还是小不少，就是知名度啊什么的，历史可能差不太多，但是就相对好中签一些，就抽签报名就行了。然后说说赛道我觉得啊，到我这个程度了，就是我要的这个成绩的时候，赛道是稍微的有一些不如像那些高速赛道。为什么呢？我把赛道图贴上，大家官网都能看到。
就是它的折返比较多，拐弯比较多，然后有上下坡。去年的时候我好像是多跑了300多米，因为大家这样想，赛道越宽，拐弯越多，你多跑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都跑出完美的切线和最短距离，对吧？但是，也有好的点。首先是除了开始和最后都很平，起跑的时候是个下坡，然后之后一直是平路，几乎就一直是平路，一直到32公里，就是我老说那个大坡，那个坡顶过去，到结束之前又都是平路了。还有一个缺点是，那个季节的大阪一般都是北风，或者是西北风，但是最后那一段直线是一路向北，然后向西拐，那块会遇到逆风。但是我的体感来说，像上一届都是挺极限的天气，还好。这个赛道最适合，我觉得外国人来玩，就来旅行跑马拉松，最适合就是它跟东京不一样，或者说它跟绝大多数城市马拉松，它有一个没有的优点，跟那些马拉松比，就是对观赛者特别友好。你们看，不管是国内的城市马拉松，还是好多其他城市的，要么就是城里出发，郊区结束。比较有名的像无锡就是这样。对吧？上海也是这样，就不叫郊区，偏远一点的地儿吧。有的呢就是郊区出发，城里结束，比方说纽约马拉松，伦敦马拉松，东京马拉松修改路线之前也是城里出发，郊区结束，就城外结束。像能摊上一场起终点在一起的，像柏林。芝加哥这种，这体验就很不错了。但是呢，这两场马拉松也都在城外绕到很远的地方。而且你们看大阪马拉松的路线图，从9公里开始，就密集的在同一条路上折返出现。甚至您再激进一点，您可以从6公里，在中间那个河上那个小岛转一圈那儿，就可以看到亲朋好友2次。您可以看到他第一次他往桥上去转，那段大概有2-3公里，你就一路往南走，这条路都能看到他回来的样子。然后只有10几公里那个折返，离城市比较，就算是出了大城市的繁华区域了。之后回来都是在南波、日本桥、松屋町这一块转，对吧？都是那几个分叉，跟个鱼骨的形状一样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看我上一届的视频，家属基本上步行都在1公里左右，就能在10公里，然后20公里、26公里，然后30公里，这4个地方看到我，并且时间上，就像我这个速度，它稍微有一些赶，就是看完我就得快点走到下一个点，但是不用坐车，不用骑车，不用跑。您要是速度稍微慢一点的小伙伴，还能多看您几次，因为有的地方其实就差一个路口，但是封路过马路就得绕。然后最后32公里那个大坡给您加完油，那边上又是地铁站，上了车就直接到刚才我说的41.8公里那儿了，那儿可以给您加最后一次油。或者他愿意进大阪城，家人也可以进大阪城，
在终点边上给你加油。之前我们以为是这块是封闭的，他就没来，就在那儿加油的。所以如果您出来玩要跑一场国外马拉松，亲朋好友想多见您几次，给您拍照，或者你们一起合影，就当一场娱乐的话，大阪马拉松的赛道特别合适，是我跑过的所有马拉松里最合适的，其他城市的赛道都做不到。然后就是这个坡，它在大阪城出发，又回到大阪城，大阪城是大阪最高的地方了，几乎，所以不可避免，一开始下坡的海拔，就海拔丢失，都会被32公里那个坡找回来。那个坡大家看我上一届的视频也能看到完整的记录。至于其他的优势，就是大阪城市还是很小的，大家来了以后，不管是领东西还是住宿，都在方圆几公里内，不像有的城市马拉松，像那年我最后一次参加北京那年，那跑去顺义领东西，还有伦敦也是跑到特老远的一个会展中心，东京也要去台场，这儿都不用，这儿都特近特快，所以可以试试。到时候如果各位来，咱们还像这一届一样，提前几天让大阪城偶遇。我马上就要到起点了，就右前方这个楼，这是他们的政府大楼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你看远对面那马路牙子上那蓝色那个标，那儿写的就是大阪马拉松的起点，出发往那边跑，你看一路是下坡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欢迎大家来大阪跑马拉松。今天上午北京时间9点，日本时间10点，好吗？咱们训练后见，加油加油！10公里，第一次喝水。继续干，17公里多一点，再喝一次水。直接回家。7月23号星期二清晨6点52，第2个训练日训练结束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5分01，平均心率145。全程基本上没有冲，最快1公里4分30。刚才还有2公里结束的时候，实在太热了，距离我上一次喝水差不多只过去了2公里就不行了。然后呢，就去了个便利店，买了一个500毫升凉的，类似宝矿力的那种。2口气儿就给干了，感觉还是不行。但这天气就是，你说热天去跑比赛，确实是不太可能跑成绩。有时候小伙伴说，哎呦，下周有一场比赛，一看天气20多度，只能安全完赛，最好能快乐完赛就行。因为你要真是想稍微努点力跑的话，2.5公里喝一次水，你都觉得这2.5公里特漫长。行吧，今天大家聊聊大阪马拉松。2月份的大阪马拉松的天气，只要不下雨不刮风，那个气温是很适合出成绩的。你看今年那个下雨的时候是8摄氏度左右，体感大概是4到5摄氏度，有风。如果不下雨，大概的气温就是9到10摄氏度，体感差不多也是9到10摄氏度，是特别适合出成绩的一个天气。然后而且这边呢，夏天你看湿度大，冬天呢
就没有这么大湿度了，但是呢，它要比北京或者北方那种城市稍微的空气不那么干燥一些。有机会来试试吧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儿再见。